替你寻得了八字相合的娘子。可怜的儿啊！饶我安宁，挖我尸身，还想让我去服侍你们的死鬼儿子，不怕我半夜来找你们吗？既然你那么喜欢做死人的生意，你们又那么舍不得儿子，不如一起下去陪着吧。有影子，他是人不是鬼。你是人不是鬼。我倒希望我真的是鬼。郭瑞麟。洪如清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你是福昌县主。今日是内卫李佩仪。西京城未婚女子尸体被偷的案子接连不断，盗墓的小贼是抓了不少，这背后的大鬼藏得太深，实在是难抓。你们连官家贵女的尸体都敢偷，还真是嚣张呀！堂堂洪如清勾结宵小，盗取女子尸体。违律私结阴婚，郭瑞麟，你认罪吗？跟你认罪容易，只是这官家断案也得讲人证物证吧？敢问县主，你拿什么定我的罪？你私盗谢巧莲的尸体。县主，你在说笑吧？这哪里有谢巧莲的尸体？原来如此，物证我没有，人证只我一个。看来洪如清是想跟我鱼死网破了。这都是你逼的我，给我上！洪如清，你老糊涂了，忘了我不光办案厉害，功夫也不错。
县主不老，却也糊涂了，想必是忘了自己为了假死吃了避虚丹。醒来之后，若行动剧烈，必会自损气血。看来我今日运气不好。不过红炉卿要不要再好好想想？毕竟杀死一个县主不是小事。我也不想惹出这种事端。怪就怪你太聪明，太自负。既然玩，当然要玩大一点才过瘾。来。既然县主想玩大一点儿，我便成全你。死人下葬有何乐趣？生训，那才过瘾。红炉卿，我做鬼之后一定会来找你们。有什么法子能镇住他的魂魄，不让他再来作祟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活人下葬怨气太重，要用这桃木钉钉住身体，保你死后安安分分。县主已经进去快半个时辰了。糟了，出事了！出外宅！干啥？救人第一，抓人第二。什么都没有。走。那可是福昌县主，万一有人找来。夫人别怕，你我二人饱受丧子之痛，近日都抱恙，未曾出门。那福昌县主与我们有何干系？可那位已经追到我们郭家墓园了。那又如何？墓园之中并无人在，外宅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至于他的尸首，永远别想被找到。想说什么？快点说吧。既然李成、阿翁、阿姑等我好生孝敬你们，盖棺，盖棺！
命鬼，此时大概已经过了奈何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阿翁、阿姑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呐！郭府上下已经被内业局控制了，彭如清，你无路可走。县主，县主，站你定我4根桃木钉，我还你4件，不过分吧？你果然明英啊！当年北面满门，你都能够侥幸逃脱，如今被活埋在棺材里，你还是死不了。走。县主！咱们红炉清到现在都不知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名。我当然知道私配阴婚奈何不了你，可如今你的罪名是谋害本县主我，你猜圣上会如何处置你？你是故意落在我手中，故意被我活埋呀！县主亲口服下的碧溪丹，怎么会忘？啊！县主，若15公主和亲之事，老臣能够回选，是不是就可以活命啊？压下去！郡主，郡主啊，郡主！15公主和亲之时，恐怕真的没办法了。去查查那回纥王子。是。
哎，圣上，你看，那远处是什么呀？怀瑾，父亲，您为何在此？朝政官员不得随意出入太师局。你5年未归家，你我父子同在西京城中，又同在朝中为官，没想到相见竟这么难。从我来太师局之前，父亲就知此事。我知道，太史局官员不可与朝臣来往，哪怕是父子也不行。但圣上特准你们回家省亲，你不肯回去，我便来看你。怎么？你是要现在把我赶出去，还是要呈报圣上？父亲来，定是有要紧事。我也不绕弯子。圣上让你协助内业局查案，父亲还是在绕弯子。您想说的是福昌县主吧？他并没有认出我，也许他确实如众人所说，并不记得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县主先前查案，从未求助过他人，为什么偏偏把你留在身边？父亲的意思是，他装作失忆。县主聪慧敏感，心思深沉。无论他是否记得，你都应该与他保持距离，终归是为你考虑的。天色不早了，
不行，连太史局都能出入自由，萧晴应该也拦不住你。恭送太傅。尚书府人多眼杂，县主担心贸然前去会给三娘惹来闲话。右相府都派人来催了，我岂敢在家中多留？点这么多菜啊？这腊肉不错。三娘昨夜可见过崔九娘？是县主说要与我聊聊天，怎么把我当犯人审了？三娘怎么还矫情上了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回答便是。昨日阿娘一直心悸，硬叫我在家里陪着，外面天大的热闹都不肯放家中女眷出府，我连宫里的灯影都没见着，怎么会看到曼书？那三娘知不知道崔九娘为何会去延寿坊？她先前可曾向三娘提起过？城东的贵女们都说，踏过朱雀大街往西一步，身上的贵气都要少一分的，更别说延寿坊那种鱼龙混杂之地，曼殊绝不会去。那三娘知不知道，她与15公主之间究竟有何过节？不清楚。贺兰不是也来了吗？你去问他。他与曼殊最亲近，有些话曼殊不会告诉我们，但贺兰都知道。苏合香，真好闻。进来。郎主，夜行医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
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师爷怎么能坐到左不觉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都给我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。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。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杜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杜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杜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封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芒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正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
走！人呢？不见了。当初若是追究下来，我们都没好果子吃。是。走。郑源，关窗关门，防偷防盗。关窗关门，防偷防盗。郑公为何派人追杀我？这名字有些耳熟，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郑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中间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是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补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。别耽误时间了，签了。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又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高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
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摸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呢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，打听到什么了？打听到了吗？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那郑不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端近些。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不缺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你去打声招呼，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占路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思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思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不缺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不缺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思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
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嗣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阿娘，阿姨，少成，阿姨。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嗣成的恨来自袁嗣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嗣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嗣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庸遗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可活，找不出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，
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一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元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手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补阙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思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害出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害朕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医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补阙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思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审不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思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宇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离府之人。是。司城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正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已死在郊外，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正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他真的参与了刺杀郑元，估计下场跟这萧全差不多。若是他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有证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文宇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不如我们趁最后1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。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吧。
司城，曾轩求见。曾公，这么晚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司城，且看。怎么样，南希？有趣吗？很尽兴。我按你的安排，混进郑元府1年多，总算取得他的信任。3年前，我看到郑元收到度量贪墨的密信，便连夜给度量传信，让度量知道郑元拿到了他贪污的罪证，成功离间了郑元，并且特意加重了让郑元失眠的药粉。等你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引起他的注意后，民女心一夜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，顺势引导他来找你看病，同时让度量的暗桩发现。郑元被灭口后，如你所料，你成了度量眼中最合适的替罪羊。你可以赎罪了。我按计划变换身份四处散播关于你的谣言，终于引来圣上的召见。圣上宣召！我这替罪羊办得还不错吧？我这假侍女演的也不赖啊。这第1步棋算是下成了，该准备下一步棋了。度量怎么也想不到，郑元还留了个后手，居然写了封举告贪污军饷的告密信，给了他的好友曾轩。由郑元的好友举告度量杀人灭口，才更具说服力。糟了，曾轩不见了！什么？无所不缺郑元举告户部郎中度量贪墨军饷5000两，吾若身死，必视为度量所灭口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郑公乃左补阙，有执剑之权。得知度量贪墨后，本想上告圣上，谁知道度量先一步找到了郑公试探。郑公察觉度量可能知晓了此事。曾轩，收好这封举告信。你怕度量会杀你？可你毕竟是朝廷命官，他胆子再大，你不了解他的狠辣。多年以前，我做过他的师爷。若我有事，你便将他交给你信任的人。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我一个无权闲官，无法直接见到圣上，又听说抓了个女凶手，更不敢轻易拿出来。我知道你与度量并无利益牵扯，现在此案重新调查，我才敢露面。有人看见你来我这里吗？没有。方才我一出府，便察觉有人跟踪，急忙想法子甩掉了，才敢过来。曾公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我不仅与度量没有利益上的牵扯，且私怨颇深。此事，你是找对人了。今夜，你先行在我府上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带你入宫面圣。